大家好，美股 AI 半导体板块持续大涨，涨到你不敢相信，涨到你怀疑人生。这两天我没有更新，主要是因为这些股票涨得太好了，慢慢享受就好了。另外，我也忙着开发一个类似神经网络的 AI 工具，用来分析股票，效果非常好。现在我可以真正的做到自己亲自确认这个 AI 这个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从而确定我自己的投资方向和选股。只要未来这个投资方向对了，一直保持在正确的投资轨道上，那收益率就会一直增长。把握机会，少奋斗十几年，在 AI 的帮助下，这个现在看来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最近我就告诉大家，我最近已经调整了一些仓位，还有准备调整的一些主要的股票。先声明，本视频是我的个人投资笔记，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讲股票前，我们必须先看一下川普的动向。13号他要去中国了，要跟中国谈一笔大的买卖。川普还要带一大堆美国巨头的企业去中国，如果真能谈下来一些大单，那可能对美国的整体的经济都会利好。接着我们就看一下接下来的投资方向。现在大家应该能发现，只要你投资的轨道一直在半导体科技板块，你的收益基本上都能超越大盘，而且超越的幅度让你不敢相信。我之前说过的 SOXX、SMH 这两个 ETF 持续上涨，涨得这么厉害，很多没有入场的朋友肯定都是心痒痒的，问我还能不能进。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么疯狂的趋势是不是已经到达了顶部，但是我先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方向。因为即使明天突然出现了大跌，我就问你，你手里有很多现金，你敢不敢买？跌得最狠的股票，你敢不敢冲进去？有可能它反弹会最高。大家想一下，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现在不想好了，等大跌的时候也已经晚了。另外也说一下，黄金白银这两天的确是启动了。上一集我还画了一个 W 底。这两天有消息说，这个秘鲁突然因为干旱加能源的问题，全国一下进入了能源危机，很多工厂都停产了。所以最大产银国一旦停产，这个白银一下就涨上去了。所以这么一看现在这个机会好像太多了又是什么航空SpaceX， 又是白银又是黄金。但是我认为大家一定要把现在的主力这个持续的关注放在 AI 的板块上，因为这个是更加持续、周期更长的。SpaceX 带起的航空股还有量子技术也是可以投资的，但是现在的主力还是半导体板块。现在这个板块中表现最好的还是 AI 相关的存储、芯片制造，还有一个光模块。之前几集我一直都在讲，我要买入美国的半导体板块，比如 AMD、MU 美光等等的，还有光传输，我说我比较稳健，选择了 JLW 康宁玻璃。在能源方面，我就选择了 BE、URA， 还有 GEV、CAT 等等的。到现在来看，如果光看这些个股不看投资组合整体的收益的话，除了 URA 今年达到 50% 以上的收益不会太难。但是我现在看这个账户天天在涨，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产业涨了这么久，到头了吗？还能不能拿着？现在到底是要不要卖？如果接下来真的出现了什么黑天鹅，股票大跌，那我还能不能继续补仓？我之前选的这些股票会不会一直跌下去？所以有时候股票涨得太多，就开始怀疑自己的方向。有时候很多股票涨了一点就拿不住，就卖掉了。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了一个方案，从权威信息中用 AI 筛选杂音，看看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在走 AI 发展的道路。于是我就用 Cloud Code 开发了一个插件，接入了 MooMoo Scale 这个是免费的。但是为了做深入的研究我又花了不少钱，购买了大量的财经研究的 API， 非常贵。然后我就把它们全部接入了 Cloud， 花了1周的时间把这些信息进行清洗。之后呢，用神经网络的形式把它们全部的连接起来，然后再用这个 AI 分析其中的趋势。具体的过程我就不能说的太详细了，因为这是我的 secret source 秘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研究的结论，就是我们必须在 AI 革命完成之前尽快投资这个 AI 板块。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但是这个投资的方向我发现它是分层的，而且是有时间顺序的。你不能太晚，你晚了以后呢，这股票涨到天上了，肯定是没有机会了。但是你投资这些 AI 的这些股票呢，有些板块你是不能投资太早的，因为太早你买这些板块，虽然他们是好股票，是 AI 板块上的，但是它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它涨不上去。你就看到别的股票在涨，它不涨，或者是涨得非常慢，所以就非常心烦。接下来我就会告诉大家 AI 投资的几个分层和顺序。还没有投资美股的朋友，建议尽快开户，不要错过这次机会。Moomoo美国新用户开户入金，最高送$1000英伟达股票和8.1%的现金利率。
新加坡新用户在陌陌开户，入金最高送价值1200新币的福利。其他地区的用户都有等值大礼包。开户链接在我的信息栏和置顶留言，你点哪个链接，它都可以自动跳转。先说我收集的海量美国上市公司的信息还有研报，然后把它们收敛到一个从上到下有顺序的方向。首先是底层需求 ，AI 大模型的需求的确在增长爆发。Cloud 母公司 Anthropic 第一季度收入增长80倍。全世界领先的大模型要持续增长，它需要更多的算力，而这些公司被称作 hyperscale 超级巨头，包括 ChatGPT、Anthropic、Mega7 等等的，他们都需要建设更多的数据中心，购买更多的显卡和 CPU。这是一场军事竞赛，美国内部的这些大公司要军事竞赛，而整个美国它要跟中国竞赛。现在巨头们就发现，要让这些 AI 更加强大、更加聪明，他们必须要更多的内存。内存速度快，容量必须要大，这样子 AI 会越来越聪明。这个是去年和今年的逻辑。MU、SNDK、三星、海力士，大家都值得买，而且它增长的这个时间线会更长，它不是一阵风就会结束。AI 的需求一定会持续到这次 AI 革命的后期，也就是2028年到30年。所以这个期间，大家逢低买入内存股或者是定投，这个是你一定要配置的。我之前讲过 EWY， 现在研究之后呢，我就集中火力换成了 MU 跟 SNDK。为了规避地缘政治风险，我还是把它们都集中在美国公司上。但是如果你还看好韩国的三星、海力士，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ETF DRAM， 其中有 50% 的是三星和海力士，其他 50% 是 MU 和 SNDK 等美国公司，管理费大约是 0.6%。 内存买了以后啊，这些巨头们又发现，这买了内存之后，必须把 GPU 跟内存粘在一起，然后这个 CPU 运算才会更快， AI 才会更聪明。而且现在谷歌、亚马逊定制的芯片 TPU 也必须这么封装起来才能用。所以第二个，我从这些海量的信息中发现的最紧急、最卡脖子的一个方向就是封装。封装第一名是台积电，但台积电的产能已经开满了，不开新厂就开不上去，股票涨得就相对慢。巨头们的这些封装需求，他们会慢慢的从上传下去，传到第二梯队的这些英特尔、日月光等等的。虽然现在英特尔涨得很高，但是我认为如果遇到回调或者是定投，还是可以介入的。因为英特尔是美国政府支持的 AI 核心资产，他想要把英特尔打造成比肩台积电的这个封装和制造厂。封装之后，这些巨头们 CEO 们还有另外一个担忧就出现了，现在我也确认了，他们的确是非常紧急的需求，而且是真实存在的，那就是光链接。所有的 CPU、GPU， 所有的数据中心、机柜都要用高速网络连接起来。现在的铜线已经不够了，必须是光纤。所以我之前选择的是康宁玻璃，它是光纤第一，涨得太高，慢了一点。但是这次确认方向之后呢，我又加仓回去了这个没办法。我现在也研究了光连接的其他的方向，稳健一点的，大家也可以选择 CIEN 或者是诺基亚，这两个大家可以选一个。他们是通过自研的光传输系统部署到整个数据中心，然后把这些数据中心全部都连起来。如果大家想要自己的投资组合波动再大一些，可以再加一些卫星股票，比如光传输系统里面的小模块 LITE、COHR、CRDO。原材料方面就是 AXTI， 这些都是整个光系统不可缺少的组件，而且都是真正稀缺的东西。接下来就是能源，能源我选的是 B1 和 SEV。以前我说过核电也是个方向，所以也买了一些 URA 这个核电的 ETF。但是我现在发现这个方向对，逻辑对，但是问题是资金还没有流到这个能源的大后方。最先上涨的是马上可以启动的项目，比如 B1 Bloom Energy， 它可以马上把发电组件装上去就能用，所以涨得最快。但是像 GEV 天然气发电机组生产一台安装一台可能都要2年以后了，核电厂更加需要7年。有需求，但是现在是没有产量，无法产生收入。没有收入的大幅增长，只有订单的增长，他们的股价就上不去。趁 URA 涨得快，我就把它卖掉了。我现在要把资金集中到最紧缺的板块。通过这次 AI 数据清洗和总结，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有些股票前景非常好，但是一旦跌下去，它就涨不回来了。不是因为它没有未来，是因为它资金投入了太多，资金效率不够。所以涨不起来，投入了不赚钱。比如说就是甲骨文，他投入了海量资金接到数据中心，
过去4个季度累计现金流是负的59亿美元，总债务飙升40%，到达1240亿美元，投入太大，没有现金流。还有一个就是发电股 ETN， 它也是 AI 必须的一个发电设备制造商，订单增长的也是非常厉害，70%的增速，订单爆炸，干都干不过来。但是他又花了巨资投资了12家厂，等到这些工厂建好，现金流出来要等18到24个月。所以这个能源股ETN也是涨不动。大家要注意，这些其实都是好股票，只是买的时机可能跟你的收益率有关。总结一下，英伟达 GPU、AMD CPU、英特尔这些之后，大家还是要配置存储、光模块和封装，他们的需求是真实的，没有出现下降。所以如果最近出现急跌跌了它还会涨回去，大家一定要抄底。如果跌不回去，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定期投资。大小黑天鹅什么时候出现谁都不知道，但是如果下跌，以上这些股票我还会持续买入，如果不跌，我自己现在手里的股票也会持续创造收益。另外，我现在手里已经积累了15%左右的利润，都是现金。现金其实也是一种选择权在大跌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最好的股票。之前我也讲过，未来很可能出现一些波动，比如市场要看美联储的政策，但是大家要知道，我关注的是下跌，它是一个概率，不是一定会发生。未来是模糊的，所以我的核心表达的思想是，遇到这种下跌的概率应该如何应对。我就说我自己要持有核心股票，再加上我兑现的利润现金留在手里，作为一种选择的权利，或者是用现金再买一些 put option 之类的。做投资自己的思维方式要改变要用概率去进行决策，而不是别人一喊狼来了你就一下子清仓了说要涨了你马上就冲进去全仓。现在大家也可以审视一下自己的投资组合是不是大部分在 AI 这个赛道上，还有自己手中现金和股票的比例，时刻都做好进退自如的准备。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请给我留言，我总结之后就会给大家解答。别忘点击这里留言开户，领取开户大礼包。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